所以我们今天来开始讲到那个第一个单元，就是我们的化石能源跟基本的燃烧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化石燃料跟什么，跟一些基础的那个燃烧。好 ，OK， 好。我们大概要分这几个了。第一个很简单讲一下什么能源的种类，这很简单了，这个大家回忆一下。然后这就是一些热力学的基本基础了。这一章的重点会在后面，我们介绍各种不同种类的化石燃料。能源的种类有哪些？我们讲说能量有两种，一个叫 microscopic 巨观的能量，一个叫微观的能量嘛。它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跟你的坐标系相关的。像我们讲的动能、位能，就是要有一个坐标系嘛，对不对？我那天突然在思考一个很有哲理性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绕着为什么一定要绕着太阳？为什么太阳不是绕？为什么不能是太阳绕着我们？我们以前就讲说，地球为中心，所以那个太阳绕着地球走。然后哥白尼说不行，不是这样，是哥白尼嘛哈，哥白尼说不是这样就被处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我们就要定义地球绕着太阳走？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啊，太阳也只不过是银河系旁边的一颗东西啊，我们的银河系也不过我们的宇宙里面的一个银河系啊，大家都在动啊，大家在动，为什么不是太阳绕着我们八大行星走？但既然这东西很无聊啦，就定义好就好了啦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只是想说，突然想说，这个要怎么定义？因为我们在念科学，第一个一定要命题一定要正确嘛。因为我们讲以前八股文要破题，命题要正确。命题正确之后的话，接下来的东西只不过依照你的命题一直衍生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说数学就规定1+1=2之后就开始有了很多东西嘛，只是说当初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，好像如果我要讲说，那也未必是地球绕着太阳走，我可能会被人家认为疯子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对啊，太阳也在动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命题成我们绕着它走？不管了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这只是讲说就是什么，就是坐标系的问题。你如果因为有坐标系，会因为坐标系改变你的动能，你的位能就改变了嘛。这是我们一般知道1/2 mv 平方嘛，位能等于 mgh 嘛。另外，如果是什么叫 microscopic 的？比如就是说，它不会因为你的外界的坐标系改变而改变，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个系统嘛。这就是我们的内能嘛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其实内能就是微观的动能跟位能嘛。因为内能的来源就是什么？电子那边跑来跑去嘛，电子那边动来动去嘛，或是电子跟质子之间的那个吸引力嘛，那就是一个位能，那就是动能，就是微观的动能跟位能，就是内能嘛。只不过说，因为它是跟我们位列坐标、跟我们巨观的坐标系无关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？称之为位能而已嘛，内能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还有什么？还有质量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核能就是质量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那个电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电磁波能这些能？这是几个比较基本的能啊。那当然，这个能里面就有很多嘛。人家讲说化学能啊，什么能都是在这个能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部分的能量就是有这些哈。基本上，其实我们最常看到是什么？就是机械能嘛。机械能是最好用的。其实我们就知道说，东西就整齐就好用。如果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好用，会互相抵消掉。所以说，当你要像制器那一个电影要拔河，对不对？大家就要一致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今天拔河的人里面还有人乱动来动去的话，你说这个拔得会好吗？所以东西我们这个热力学就讲过的，只要是整齐就好。那机械能是一个大规模的整齐的能量，那什么东西是一个比较不整齐的能量？热能嘛。所以热能为什么就比较不是那么好用？就是因为基本上只要有热，分子这边动来动去，这个动来动去是什么？是没有规律的没有规律是什么？就是把能量给浪费掉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大部分都使用什么大规模的，然后有整齐划一的那个什么的能量机械能。比如说像动能就是这样子啊，我有那么多水，那么多流这样子过来，对不对？1/2 mv 平方 potential 大家都知道它的什么样？它是整个一个方向性是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超导体？超导体就是说你在电流在导的过程里面没有电阻嘛，或者热在导的时候没有热阻嘛，这些那阻力从哪边来的？为什么在跑的时候会有一些电阻或热阻？
为什么？啊？今天你如果都很安静都不动，我要再把你推过去，是不是就很容易推？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过动儿，因为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我推给你的力量，你很多东西是因为过动，我自己把它浪费掉。所以有大部分的东西是因为过动，我自己把它浪费掉了。所以说今天如果这个东西，这个电子或是这个我要传导的东西，它自己没有本身这种干扰性的能量的话，我就可以把我给你的能量100%的运送出去啊。但是我们知道分子只要它有温度，它就怎么样？它就是有热能嘛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超导体一定要说是什么很低温嘛？因为低温的时候它自己热能比较低，所以变成说我给你的能量完全可以应用在输送上面。所以说当然超导体存不存在？当然存在啊。你最起码绝对0度的时候一定是超导体嘛，应该是嘛。你现在但是问题是这种温度太低了，你不能用嘛。所以你需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？希望在比较合理的温度让它也变成超导体嘛。合理的温度变成超导体，那就是一门很大学问嘛。它还是绝对70-80度啊，就是70-80度 K 嘛。70-80度 K 要用到我们一般的生活上面，恐怕还有这样很长的距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，基本上机械能是比较好用的，因为机械能基本上就是很纯粹，是大规模的整齐划一的那种能量，它不会说做消耗这样子。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什么？像问流跟层流啊。问流，大家学过流体力学的吧？对不对？问流就是代表什么？我流体分子自己有一些微小的扰动嘛，所以问流就很容易把什么能量给它那个耗散出去嘛。所以层流就不会就是一个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是什么？机械能就一种大规模，而且是有顺序、有秩序的一个能量输送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是说我们是一个这个 microscopy， 是所谓的那个巨观的。你讲到微观的，微观就是我们的内能嘛，对不对？热力学里面都在讲内能嘛。热力学里面比较喜欢讲内能，那种什么后面那几项不多了哈，只有就是那个是开放式系统才有后面那一项什么那个2/2mv平方的，不然的话大部分都讲内能。内能等一下我们在这讲嘛。还有什么样那个质量能？我们讲说质能守恒嘛，在整个宇宙里面，我们那个比较严格讲是说，是讲现在的那个定律是质能守恒，并不是质量守恒，是质能守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点点小小的质量改变就可以变成那么多的那个，这就是为什么核能会这么的巨大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一点点小小改变 ，c 平方，对不对？电能就大家知道，只要有电流通过，然后有电动势，也就产生一个什么样？一个电流势能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样？这个是太阳能的主要嘛。电磁波的能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一个什么一个电磁波的方式，你知道它的波长，来就是一个Planck constant， 它也是很小，这是太阳那个什么电磁波那个太阳能。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看这几个能的，看到一些基本能量形式的话，就是这几种了哈，大家看一下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内能是因为我们这样在讲什么？讲化石燃料跟燃烧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内容比较多。OK， 内能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其实内能也不过就是一种分子尺度里面的动能跟位能，对不对？分子尺度里面它有动能，什么动能？电子会绕着质子跑，对不对？然后整个分子会在这边做移动、做摆动，所以基本上怎么样？它是一个什么样？微观的什么样 ？kinetic energy 嘛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？还有一些什么 potential energy 嘛？比如说。它里面也有一些什么一些位能哦，比如说 latent heat， 我们的潜热你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，你可以一摸出来，说这个潜热大或者小嘛，但是你可以摸出来，我们叫 sensible 的 energy， 就是我们所谓 sensible 就是跟温度相关的，你是可以感受到说这个东西的那个能量大不大，很热啊，这能量很大，所以基本上你把刚才那些 kinetic energy 加起来的话，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的什么样？我们的那个热能，但是有一些是位能，是你没办法感受到的，你一定要遇到才知道的。比如说 latent heat， 还有什么样 chemical energy， 化学能。化学能是指什么？间接的能量嘛，对不对？你一个 H 两个 H 跟一个 O 间接的能量，这个东西你也是摸不出啊，这到底有多大？你除了是什么，把它分解开，把它电解开，你才知道说它有多少能量嘛。还有什么样 nuclear energy， 那个什么核能也是一个，它是怎么样？
它是属于说，基本上你一个理论上一个什么一个原子核里面全部都是质子啊，那它怎么有办法吸在一起？所以说它一定里面也是一个近距离的这个近距离里面，它质子跟质子有个很大的吸引力让它在一起，这也是一个什么样一个 potential energy。所以基本上 potential energy 是什么？你就看不出来，你就摸不出来就对了啦哈。好，问一下，那化学能跟那个什么跟核能有什么不一样？来，毕正焕，化学能跟核能你要怎么样？比如说这是化学反应跟这是一个核子反应啊，两个都产生热啊，那我要怎么去区别它是一个化学能或是核能？质量没有守恒 ，OK 好，这个是那质量，因为那在质量没有守恒对，没有错，他是讲这是答案之一。那另外一个还有没有想到其他答案？质量因为很难量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用一个比较浅显的方式讲说，什么叫化学反应，什么叫核子反应，都是一样，是经过某种过程之后，它就放出热嘛。能量大小，那能量大小，那燃烧也会放热啊。那多大叫化学能，多小叫核能，对吧？多小叫化学能，多大叫核能？啊？哎 ，OK， 好，这讲的也对，但是有点恐怕你的那个文学女朋友还是听不懂。那么这种浅显的话，把你刚才的话再讲一遍。哎，当你电子改变跟质子改变会产生什么样？用国中物理就可以了解的话，不会产生新的物质，物质不会产生新的啦，好吧？就改变了，不，他讲对了啦哈。他这样讲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基本上你的核能是因为你原子核里面有改变，你知道我们把它这叫氢，这叫氧，这叫氮，是用什么来区别？原子序嘛，就是质子数目嘛，所以就变成说你核能之后的话，你新的产物，它的原子序会改变嘛，所以变成什么？就会氢之后就没有氢了嘛。比如说核融合氢之后变成什么？变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如果是核分裂的话，你铀235之后就变成什么钡跟什么东西的嘛，对不对？看看你这个，这叫做核子反应，就是你反应之后，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。如果以我们对周期表的定义的话，但是化学反应的话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只不过你跟别人结婚而已，或是跟别人离婚而已。知道吧？因为你水变成氢跟氧嘛，所以氢跟氧的成分还是在哈。所以说这就是这样讲，如果我这样讲，是不是文学的女朋友就听得懂了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讲说，其实讲的东西跟你一样的哈，只是说你要把它用更浅显的话，希望有基本物理常识的人就可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这样。所以这两个的差别就在这地方嘛哈，不然的话就想说，如果以能量一讲就会有个问题啊，那多大叫核能，多小叫化学能这样。